这部电影在国内无人问津，却在国外狂揽8亿，真真如画的风景让人看完不禁感叹：中国恐怕再也拍不出这样干净纯粹的电影了。故事发生在湘西边陲的一座小山村，儿子高考失利，接替了父亲乡邮员的工作。来回一趟223里的山路需要走上3天2夜。父亲帮儿子画了一张地图，详细的给他讲着每天要走的路。天蒙蒙亮，儿子就背起邮包准备上路。他唤着家里的狼狗老二一起同行，可老二却缠着父亲，怎么也不肯走。父亲见状回屋穿好衣服，决定亲自带儿子走一趟。母亲担心的在身后不停叮嘱：路上小心，别喝脏水。妈，我回去吧。父亲见状吃起醋来，妈妈的，叫得亲。由于父亲常年在外送信，陌生的印象让儿子从小就很惧怕他。即便父亲每次都会给他带回玩具，可聚少离多还是让他们的关系越发生分。儿子甚至都没喊过父亲一声爸爸。和父亲同行让儿子感到有些别扭，他加快脚步把父亲远远甩在身后。突然儿子发现父亲没跟上来，于是就放下邮包折返找了回去。过了许久，父亲才步履蹒跚地赶了过来。见儿子丢下邮包，父亲十分生气，这让本就话少的两人变得更加沉默。休息时，儿子将背包狠狠摔在地上，父亲见状急忙提醒：哎，你慢放。儿子还不懂邮包对于父亲的意义，父亲告诉他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下邮包。沉甸甸的邮包不仅是他的责任，更是承载了乡亲们的思念和希望。临近中午，他们来到一个村子。父亲常说山里的人几天不见县长没关系，但几天不见他可不行。儿子本以为他们的到来会在村里引起不小的轰动，村民们会迫切地围过来拿走自己的信件，结果街道上却冷冷清清，偌大的村委会更是一个人也没有。父亲轻车熟路地从屋里拿出一个水壶，让儿子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他说只要老二一叫，村民们就知道是乡邮员来了。很快村长就赶了过来，父亲向他介绍起一旁的儿子，说以后由他接替自己乡邮员的工作。村长闻言忍不住替父亲打抱不平，那些外面来山里支教的老师医生，如今个个都平了劳模当了干部，只有父亲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20多年，不仅没有得到过任何的表扬，还落下了老寒腿的毛病。父亲听后只是笑笑，并未多说什么。他让村长把乡亲们要寄的信拿来，趁这个空隙，父亲把老二叫到身边，把腿放在他的背上捶了起来。原来父亲经常抄近道走水路，长年累月就落下了腿疾。他叮嘱儿子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不要像他这样落下毛病，可不好治。儿子为父亲这些年的辛苦感到不平。那乡里村里的也不给你写封表扬信？写是写过，我没让发。父亲说哪有自己给自己投递表扬信的，他还让儿子记住不许自己喊苦。两人收拾好行李准备赶路，这时门外却被围得水泄不通。原来村长把父亲退休的事告诉了村民，大家自发来和父亲告别。父亲有些感动，却跟儿子打趣道：来看你的。看我干嘛？没见过你吗？儿子听后害羞的手足无措。这是我儿子，以后就由他跑这条油路了。大家有什么事儿就找他，找他跟找我一样。出村的时候，父亲一直没有回头，乡亲们目送他们走了很远，几个小孩追上来和父亲告别。父亲从口袋里掏出几颗糖递给他们，儿子这才明白父亲这些年并非一无所获，村民们对他的感恩和不舍便是对他最好的表扬。父子俩继续走在山间的小路上，儿子打开收音机跟着哼起了歌，父亲在身后提醒他，让他注意脚下的路。转眼他们来到下一个村子，父亲说一般信件收发都在村委会，但这个村子有户人家比较特殊，必须要把信亲自交到他的手里才行。走过狭窄的山路，他们来到一位老奶奶家里，奶奶含辛茹苦把孙子养大，后来孙子考上大学便再也没有回来过，即使他爹去世也没有回来。奶奶想儿子盼孙子，最终哭瞎了双眼。父亲每次来村里送信，都会给奶奶带来10块钱。奶奶把信递给父亲，父亲像往常一样念了起来：奶奶您好，您的身体还好吧？眼病没有犯吧？问了多少遍了。父亲告诉奶奶以后自己就不来了，让他有事就跟儿子说。你有什么事啊？一定得告诉他啊。说着，父亲起身把信交给儿子。来，接着念。看着手里的白纸，儿子瞬间明白了一切。原来奶奶的信一直以来都是父亲善意的谎言。他顺着父亲的话编了下去。您一个人住在山里面，真是不容易，真应该接您出来看看。父亲担心儿子说漏嘴，急忙提醒。奶奶听了儿子的话，瞬间湿了眼眶。她小心翼翼地把信揣进怀里。奶奶说听儿子念信，就像是和自己孙子说话一样。看着奶奶，儿子想起了自己的母亲，她也是这样日复一日地盼着丈夫回家。出门在外的人总有很多原因顾不上回家，反倒是家里的人更牵挂他们。每次一家人团聚的时候，妈妈才笑得最开心。儿子紧紧握住奶奶的手，说以后会经常来看她的。儿子埋怨父亲不该骗着奶奶。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孙子该怎么做？他是大学生，该怎么做还用别人告诉他？
黄昏时分，他们来到了侗族村落，一个侗族姑娘正在稻田里打农药，看到父亲不小心滑了一跤，姑娘忍不住开怀大笑。父亲熟络地和她打起招呼，姑娘告诉他们晚上村子里有喜酒，这喜酒就是因为你来才定在今天的。村民们围在篝火旁载歌载舞，儿子和姑娘也开心地跳了起来。看着他们，父亲想起了和妻子的相遇。那天下着暴雨，外出放牛的母亲不小心崴伤了脚，这时父亲刚好路过，于是便背着母亲走了好几里的山路，把她送回了家。母亲因此对父亲有了好感，后来他们就结婚了。清晨，儿子帮姑娘烧火做饭，见她被呛得直咳嗽，姑娘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而这一幕恰好被父亲看见。离开时，父亲打趣地说道：“我每次进山，只要看见他，就想起了你。我在心里边说，不定哪天要是我儿子看见你啊，一定会迈不动步的。”儿子被父亲的话说得有些不好意思。出村的时候，父亲告诉儿子一定要检查信箱，如果信封上贴着钱，那就要帮他们买张邮票贴上去。儿子认真地听着父亲的教导。路上，儿子看到有汽车经过，于是便说这种没有人家的路段完全可以搭车，既省时又省力。可父亲却说油路就是油路，只有路在脚下走起来才踏实。走着走着，他们来到一条小河边，父亲说趟过小河可以少走7、8里路，他告诉儿子把邮包顶在头上才安全，还能保持平衡。说完他就挽起裤腿准备下河。儿子心疼父亲的腿病，便说等会儿自己背他过河，让他也享受一回。看着儿子的背影，父亲忍不住感慨：我这辈子呀，独往独来，还没享受过。儿子小心翼翼地把邮包顶到了对岸，然后折返回来背起父亲过河。儿时记忆中高大的父亲，不知何时竟变得如此瘦小。父亲把脸轻轻贴在儿子头上，泪水瞬间湿了眼眶。他为如今儿子长大感到欣慰。上岸后，父亲转过身，不让儿子看到自己流泪。儿子察觉到不对劲，忙扯开话题：“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。”山里的河水冰凉刺骨，每次过河，父亲都会在河边烤一会儿火。父亲问起儿子脖子上的疤是怎么回事，这是刚才过河时他不经意发现的。儿子说那是15岁时离地受的伤。看着儿子云淡风轻地说着，父亲满是愧疚，他后悔这些年没能好好照顾妻子和儿子。生你的那会儿，我跑外县，3个月才回家一趟。生你的当天，你妈写了封信给我。别看我整天给别人送信，写给我的信就这么一封。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。这次送信让儿子明白了父亲的不容易。小时候父亲总不在家，可每次过年回来总会买很多爆竹，陪着儿子一起放。其实父亲对他的爱一直都在。爸，该走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爸，该走了。父子俩终于消除了心中的隔阂。老二听见了吗？他喊我爸。这句简单的称呼瞬间温暖了父亲的内心。路上，父亲想帮儿子背一会儿邮包，可儿子却说这次给你了，那下次怎么办呢？他们来到一处陡峭的山崖下，老二朝着山顶叫了几声，上面就有人扔下来一根绳子。父子俩借着绳索艰难地往上爬，儿子一不小心脚下踩空，小心点儿！山顶是一个年纪不大的男孩。从车娃的口中，儿子得知，原来父亲曾在这里滚下山过一次，所以车娃的爷爷便让他在这里等父亲。由于上学的路太远，要翻过3座大山，所以车娃上完初中2年级后，家里就心疼他，不让他再上学了。车娃说他现在在读函授大学，他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父子俩和车娃告别后继续赶路。这时车娃在远处的山上朝他们大喊：大哥，爷爷，我收到了成绩单，3门功课我得了2门优，我的作文被老师推荐给报社了。看到车娃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，儿子也替他感到高兴。走着走着，父亲问起儿子，问他是不是喜欢那个侗族的姑娘。儿子回答说他不会娶一个山里的姑娘，他不想让他们和自己母亲一样，离开了大山却一辈子都在想家。之后很长一段路，父子俩没有再说话。不久后，他们来到一处亭子稍作休息，儿子发现身旁有一缸水，这水谁放着的？不知道，反正有人来放，是专门给赶路人预备的。见父亲腿疾又犯了，儿子让他在这里休息，剩下的路他一个人能走。说着便整理起手里的信件。这时一阵风把信件吹飞了出去，父亲不顾腿疼，飞快地追了过去。这些信他看得比命还重，幸亏老二飞身一跃咬住了信。父亲高兴地抚摸着他。晚上他们来到最后一个村子，儿子回想着一路的遭遇，不禁感叹：山里的人祖祖辈辈住在山里，除了山别的什么也没有。可父亲却说他们有想头。想头也叫理想，人有想头啊，就什么都有。要是没有想头，再好的日子也没滋味。就像咱们跑的这条油路，说苦够苦的，干得久了，记挂的人多了，就觉得有干头。父亲在大山里走了一辈子，却从未觉得苦。
山的一头是期盼他送信的乡亲们，而另一头是等待他回家的妻子和儿子。人们常说父爱如山，默默守护，在任何时候都让我们有所依靠。而我觉得父爱更是一滴泪，一滴饱含温度的泪水。只要你用心去发现，其实父爱一直都在。最后，儿子背起父亲泛白的邮包，踏上了这条充满责任和担当的邮路。